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 今次主要帶大家上花瓶頂睇花瓶石，沿途風景既開揚又遼闊。喜歡睇芒草嘅記得秋涼嘅時候嚟啊，必定會有驚喜。想知點去就跟住我行啦。睇之前記得撳着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，首先行去二轉海邊，搵一條頗有歷史嘅鎮樓碑，再近距離影汲水門大橋，途經三轉、草灣，然後由花瓶開始上山，只需幾步路就可以去到花瓶石，之後再登上全日嘅最高位花瓶頂。行夠嘅可以喺呢度撤退，直接行一條天梯落返去轉乘站。往後嘅路線挑戰性較大，難度亦較高。不過季節合適嘅話，沿途係有好多芒草睇㗎。跟住會挑戰小陰頂，山徑係迷徑級別嚟嘅，非常之難揾路，建議大家睇完就當去咗啦，係可以略過唔行㗎。不如用啲時間影芒草好過，死好多。大陰頂嘅標高處相對易去好多，景觀亦較小陰頂好。接着再登上真正嘅大陰頂山頂，有360度景觀，可以望到迪欣湖㗎。3座山就上完啦，隨後會經一條比較斜嘅山徑落山，出口係欣澳道。只要行約10分鐘就可以行到欣澳站搭車走。全程行齊所有景點係8.6公里，唔去小陰頂就8公里，需時約4個半鐘。路線長度適中，適合有行荒徑經驗嘅行山人士。秋冬嚟就最好不過啦，有芒草睇啊嘛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依度下載。前往起點，只要乘搭任何途經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嘅巴士就得。乘搭往東涌方向嘅，落車後就反向行去舊收費亭。如果你係由東涌出嚟嘅，咁就要穿過一條行人隧道。舊收費亭喺屯赤隧道通車之後已經全部拆晒啦。沿馬路邊一直走係有行人路嘅。單係呢一段係有1.25公里，大約行8分鐘就會見到汲水門大橋。前往橋嘅右手邊，掠過行車隧道口後，行到盡頭，唔好轉上右邊嘅梯級。嗰條係直上花瓶頂嘅路線，係俗稱湯大嶼嘅必經之路。跟住沿梯級落，要落2層。落到底之後右轉，然後循引水道蓋行到盡頭。行入右邊道鐵站，隨即係一個分岔路口。靠左係去2轉鎮樓碑，靠右係經3轉草灣去花瓶石。
先靠左行去二轉鎮樓陂，即係此路不通路牌嗰邊。冇興趣嘅就直接靠右上山，路程可縮短400米。左邊條路係靚路嚟嘅，大約行100米左右。留意綠色欄杆之外，可以揾到一條明顯嘅方徑落岸邊。沿方徑落山，途中有大石斜坡，部分係碎石沙礫，小心行就得。呢段只係好短嘅啫，約2分鐘就落到底㗎喇。去到岸邊就會見到二轉鎮樓陂，景觀唔錯，加上汲水門大橋作背景，其實即使唔係嚟睇碑石，都值得一嚟㗎。離開必須沿路折返，點樣落嚟就點樣上返去。上一定比落易嘅。好快就返到主徑，跟住倒轉行返出去上山嘅梯級，正面望住汲水門大橋，有冇急不及待想影相呢？唔使着急，之後仲有更靚嘅影橋位置。返回剛剛上山嘅分岔路口，然後靠右上山，冇耐回望就有靚景。喺呢度影汲水門大橋，比剛剛嗰個位置更理想。真正上山之前，都係呢啲非常靚嘅石屎路。山徑都係好平緩，上落波幅好少。呢一段繞海邊而行嘅山徑，大約係1.6公里，會由二轉行到去花坪。途中有一個大涼亭，可以睇下風景，或者小休一陣都得。一路只需跟住欄杆行，可以話只係得一條路，唔會行錯嘅。不過去到一個欄杆嘅缺口位置，轉入泥路山徑就會好行一啲。當然都可以選擇行右邊嘅石屎梯級啦，只係攀升量會多一啲啲。循左邊嘅泥路山徑行就平好多啦。跟行官方山徑冇咩分別。
且條路又闊，又有林蔭，又有海景，喺山脊之上仲可以見到花瓶石添，唔使5分鐘就接回石屎路，實在慳水慳力，行少咗好多不必要嘅梯級。跟住沿梯級落山，一直落，不斷咁落，最後會落到海平面。落到底嘅分岔路口轉左，路旁我揾到指示牌，行到海邊嘅時候，可以先到左邊嘅3轉碼頭睇睇。呢一個細小嘅碼頭，左邊有一個小沙灘，前面可望到青衣、西九同港島西。右邊仲可飽覽草灣，更可遠眺到山上嘅花瓶石。欣賞完風景，繼續前往草灣。只有一條路，轉個彎就嚟到草灣啦。草灣嘅沙都幾有勢，彷彿變成咗呢條村嘅私人沙灘。碼頭喺潮漲嘅時候係會被海水淹沒㗎。唔好走入村，喺另一邊就可以揾到大路行。山徑係一半梯級、一半斜路嘅石屎路，係一條典型嘅村路。沿路一直行，就可以由草灣行到去花瓶。路程大約係400米。約5分鐘後，嚟到一個重要嘅分岔路口，先轉左去燈塔行一轉，背景係青馬大橋同汀九橋，又有另一番景色。回到路口，留意上山嘅石屎梯級，樹上面掛有指示牌，前往花瓶石、迪士尼、欣澳都係由呢度上山。入山徑後，只係頭一小段係石屎梯級嚟嘅啫。你可以當佢係一條小天梯。
就當係行崎嶇山徑前伸展一下，拉拉筋。好快就會接上非常崎嶇嘅泥土山徑。前段都係呢啲爛路嚟嘅，一路上都可以望到花瓶石。可以簡單以佢作為目標，上去就會輕鬆一啲啦。頭段係上得好急嘅，所以上花瓶石其實唔會太耐。山徑上嚟嘅時候，有一啲係浮沙碎石。對於平日唔多行山嘅人士，絕對係唔易行㗎。由山腳行到上花瓶石，體能好嘅其實唔使10分鐘。條路係斜嘅、爛嘅，但亦係非常明顯嘅。個人認為，花瓶石其實更似一隻大水鴨，有眼、有喙、有頸、有身、有收起嘅雙翼。喺近距離睇，更似一隻看門狗。風景咁靚，不妨多留一陣，喺陰涼嘅地方乘涼一番。往後嘅路段都係完全暴曬㗎喇。怕曬嘅就必定要帶備一把遮。小休一陣後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花瓶頂。由花瓶石行去花瓶頂，路程大概係1.2公里，需爬升約200米。斜度都唔細嘅，但就冇開始上山嗰一段咁厲害。呢一段嘅路況基本上都係平緩啲嘅。當然都有一啲碎石沙礫，但斜度就少好多啦。全程都幾開揚，壞處係無遮無擋，非常暴曬。好處就係風景可一望無際。花瓶石之後嘅路真係相對易行好多。上斜嘅地方都係泥路山徑，並非大石階梯或者係石屎梯級。跟上花瓶石嘅一段截然不同。仲有泥路嘅梯級，實在太好啦！上山呢一段係要啲時間嘅。
畢竟要爬升200米，唔係一個小數目。上花瓶頂嘅路係越低就越斜嘅，所以最前段上山嘅係最斜㗎。中段係少少斜嘅啫。要行到去近山頂一段，先至會再斜返少少。想休息嘅話，就自己揾個位置啦。因為即使上到山頂，都係無遮無掩㗎。不時回望都可以見到山下嘅花瓶石，可以清楚咁見到花瓶石係非常之近岸邊嘅。要上花瓶頂仲有一啲路程，不過目標已經清晰見到啦，就係前方右邊嘅小圓頂山頭。由花瓶石行上嚟，大約要半個鐘。嚟到轉上花瓶頂嘅分叉路口，先登上右邊嘅花瓶頂，第一陣要返返去呢個路口左轉。花瓶頂高273米，有標高柱，擁360度景觀。一邊可俯瞰三橋，遠至大霧山；另一邊可清楚見到竹篙灣以及大大小小嘅島嶼。其中一個最明顯有條長橋嘅就係坪洲，後面就係喜靈洲，左邊就係周公島。再左邊嘅小島就係小交椅洲，佢嘅左邊就係交椅洲，而後邊就係南丫島啦。再望去另一邊就係欣澳、東涌，遠至機場。呢個就係花瓶頂嘅獨有360度景致，絕對係值得到此一遊㗎。由花瓶頂望落去見到嘅白色屋仔係民航處嘅障礙物燈標。後方有一條石屎天梯，可撤對並返回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。有需要嘅行山人士可以由此離開。鏡頭一轉，返返去花瓶頂，路線係往欣澳，故此沿路落斜，小心落，係有一啲浮沙碎石嘅。返返去上山嘅路口之後，然後直行去小陰頂、大陰頂。山徑雖然係荒徑，但都係明顯㗎。只係草叢都生得比較茂盛。間接令山徑顯得好似好窄咁。沿山脊一直行就得。
不過可以先預告定大家，一路行嘅草叢只會越嚟越多，係唔會再有好清晰明顯嘅山徑㗎。行到去光禿禿嘅分岔路口，前面山下嘅就係迪欣湖，左邊條路就係落迪欣湖㗎啦。山徑係同人崎嶇嘅，出口非常之麻煩，唔建議大家行。轉右落欣澳係保障好多嘅，山徑都一樣清晰。離遠都可望到山脊上嘅山徑，但唔好直去，要靠右行。呢段路宜用野外定向嘅方式來分別山徑，重點係要記住轉右嘅大概位置，唔好直衝上山頂，要轉右繞山腰行。就係呢個位置，季節合適嘅話，係會見到好多芒草㗎。喺分岔路口隱約會見到一條山徑，或者會見到有絲帶隨風飄揚。係有路嘅，只要望實地下就得啦。無論草叢幾密都好，路碑係冇咁容易消失嘅。嚟到鋪設有電纜嘅路段，係全程比較難行嘅路段，難在可以落腳嘅位置比較少，再加上亦都幾斜幾跣，唔能夠掉以輕心。前面綿綿嘅山脈中，最後最高嘅就係大陰頂啦，而小陰頂係喺下邊，睇唔到㗎。山徑係好崎嶇嘅，周圍都冇樹木可以輔助，只能靠自身嘅平衡力。千萬唔好踩落條電纜，係非常跣㗎，極之容易滑倒。唔信嘅，你可以到時試一試，踩落去就會好似溜冰咁跣嘅。之後要穿越一段小叢林，路碑係有嘅，但草叢就較高較密。要有啲經驗行先得。當然係最好由有行過嘅山友帶路啦。大陰頂就係前面個山峰嘅後邊，沿路都有少少芒草，秋冬嚟絕對會有驚喜。行慣呢啲茂密草叢嘅行山人士，就
就喺花瓶頂嗰度離開啦。冇試圖踏足呢一段，真係會好容易迷路㗎。行呢啲咁密密嘅草叢，建議女士們都要着返長褲，唔好着短裙褲。如果唔係，一定會痛不欲生，美腿一定花硬㗎。左邊已經有一片芒草長得好高啦，而且範圍都唔少添。去到見到電線桿嘅位置，就係分岔路口，靠左係直行去大陰頂，靠右係落小陰頂。但唔建議大家落去，因為除咗一條廢棄標高柱之外，就冇咩特別啦。最大問題係雜草叢生嘅情況非常之嚴重，基本上條路已經密到連路碑都已經消失得899。我就行一次俾大家睇。沿路係冇絲帶可言，有都唔好信。只有好少段係有明顯嘅泥路山徑，9成都係密得非常厲害嘅矮草叢。喺地圖量度，得知要落170米嘅斜坡，都要落幾深㗎，路程唔短。行到去大石嘅位置，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分岔路口，要靠左行。然後就放膽咁行出去，踩出去，但係就唔係亂踩。踩啱嘅話，地係實嘅；踩錯嘅話，地係非常軟，好虛無，唔腳踏實地嘅。另外，路真係冇㗎，方徑已經生滿草。故此，要用肉眼去分別草叢嘅凹位。凹位多數就係舊山徑嘅位置，錯咗就回頭再行過。呢條舊標高柱嘅位係好遠㗎，以為係到咗，點知原來仲未到。越行就越出，越離山頂就越遠。呢一段僅僅170米嘅路程，由於要不斷揾路，都用咗15分鐘時間先嚟到舊標高柱。我見到舊標高柱嘅位置已經越嚟越多草叢滋生，小陰頂高143米，風景其實唔及大陰頂，所以睇完就當去咗啦。無謂花咁多精力落嚟，
落已經難，上返去當然同樣難。落嚟之前，必須要諗清楚，係咪真係有能力落到去，而又上得返去？因為上唔返去先至係最大問題。技術上可以教一下大家。首先，唯一嘅方向就係山頂嘅電線桿。一路落嚟嘅時候，必定要回望一下背後嘅山脊，並記住大概嘅模樣，好讓返轉頭嘅時候會有記憶。唔好只顧揾路落去，而忽略咗返去嘅路。記住，返去係比落去重要㗎。好唔容易返返去大石嘅分岔路口，繼續往山上面行上去。直至返回電線桿為止。回到剛剛嘅分岔路口啦，靠左直行，繼續前往大陰頂。路程大約要行15分鐘，現時整片山頭都雜草叢生。我想象到喺秋冬季節，呢一度係有一大片芒草呢。芒草嘅數量跟姜山差唔多㗎。一路上都有好多大石，亦係分岔路口嘅重要記號。片段係10月初，已經開始見到芒草嘅蹤影啦。只要天氣一轉冷，就會變得好靚㗎啦。留意扁平大石嘅右手邊，可以揾到一條方徑去大陰頂嘅標高處。重點係喺分岔路口已經可以見到條標高處㗎啦。睇唔到嘅就企上大石揾，就喺非常近嘅位置。行過去都唔使1分鐘。去大陰頂嘅標高處比去小陰頂嘅舊標高處真係容易8倍。一條息路都要行半小時來回，一條就1分鐘都唔使。風景更靚，又更長縮一啲，因此實在冇必要去小陰頂，睇完就算啦。除非你係想去測試一下自己嘅野外定向能力啦。呢一邊係有路，只係草叢少許嘅啫。好容易就返返去大石嘅主徑。真正嘅大陰頂山頂就喺前面，係要刻意覓路上山嘅。路口係非常明顯，上山頂就靠左，唔上就直行。
大陰頂高186米，山頂係冇標高柱㗎，只有一嚿大石。不過風景係意想唔到咁開揚，正面當然可以望到欣澳，右邊又可以見到大帽山、花瓶頂，而後面亦都可以望到迪欣湖。攻頂後喺另一邊落山就得，唔使沿路折返。途中話會遇到疑似嘅分岔路口，左邊係望向迪欣湖，正確方向係望住長索落山。尾聲啦，所有嘅景點都已經去完，最後圓方徑一直走，又去到另一嚿大石嘅分岔路口，轉左跟住絲帶行，隨即踏進落山嘅大斜坡。斜坡都幾斜嘅，絕對有一定斜度。但最斜嘅地方都有油繩輔助，借一借力扶住，保持自身平衡，唔好全部靠晒條繩。全段落斜都幾長㗎，要小心咁落。油繩分成好幾段，每段嘅斜度都唔低，絕對係平衡力嘅大考驗。落得快嘅8分鐘就到底，末端接上引水道梯級，接下嚟係返回欣澳站嘅路。喺引水道先靠右行，然後轉落去，連梯級直落到底，跟住再靠右。挨住馬路邊行，一直行到尾，就可以揾到路離開。接上欣澳道嘅行人路，沿馬路旁行。小心橫過冇安全島嘅馬路，到對面長東路嘅行人路，然後再轉入下一個路口。
跟住行落少少，留意左手邊嘅缺口，循梯級落去，再穿過行人隧道，由另一邊嘅出口出去，就係欣澳站旁嘅大草地啦。花瓶頂嘅旅程就結束啦。片段完之前做一個總結先。呢條路線係有一定難度嘅，尤其係雜草叢生嘅季節。路線而有野外定向經驗嘅行，必須要有方向感。少一啲方徑經驗嘅行山人士，就比較適宜喺花瓶頂後離開。至於樹蔭頂，睇咗就當去咗好啦，冇必要攞苦嚟辛。行山人士嚟到呢度就可以搭港鐵離開，旁邊有大型公廁，有便利店，非常方便㗎。今次有少少難度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。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揾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